你是要他来还是要你爹来？爸，公公把3套拆迁房分给了3个儿媳，唯独我什么都没有。恁家林海工资高，不缺这俩钱儿。公公说的理所当然，没人知道他每月8万多的靶向药和免疫针费用是我在续。直到他的主治医生打来电话，苏女士，账户余额不足，明天治疗必须暂停。看着他们在那热火朝天讨论新房子分配，我反手停了公公的治疗。停。我叫苏婉，是林海的妻子。事情最开始不对劲是3个月前，公公把3套拆迁房分给了3个儿媳，唯独我什么都没有。咱家这房子阳台真大，我得买个摇椅晒太阳。3个儿媳的名字，唯独没有我。我盯着手机，手指发僵。这时林海推门进来，一身酒气。看什么呢？眼都直了。爸把房子分了。哦，分了就分了呗，早晚的事儿。大嫂、二嫂、刘芳一人1套，没我的。爸跟我说了，说咱家条件好，不差这一套。老三工资高嘛，你也能干。一套房子而已，你别往心里去。我的不就是你的？中药熬干了，糊味弥漫出来，我没动，他自己去关了火。又给爸熬药，不是有护工吗？你这天天跑多累。护工只负责看护，不负责煎药。爸说外面的药罐子煎不出火候，就得我用紫砂锅文火慢炖。你就是太实在。对了，爸下个月去海南疗养，大哥二哥家各出1万，咱出2万。大哥说咱条件好，多担待，钱我转你了，你记得一起给爸。您有一笔新的转账2万元。小娃啊，瞅见没？爸可不是偏心，能跟林海最能干，最不缺钱。房子给朱贵的人，这叫东西往金用处使。恁学历高，懂事儿，肯定不跟人争。可是嘞，你看爸都这么说，回一下表个态。这就是我的丈夫，7年什么都没给我，都夸我明事理。好啊，那我就明事理到底。哎呦哥，恁有福啊！老三媳妇一年花几十万给恁看病，恁身体可是越来越近了。咱老林家祖坟冒青烟嘞！来了，药带了没有？煎好了，温度更好。林海说你俩出2万，老大他们才出1万，要我说恁就该出3万，能力多责任就大嘛。责任大，真是够虚伪。海南那疗养别墅，我瞅图片来，带私人冲池，贵是贵点，可得劲儿。辛苦一辈子了，该享福了。恁做儿女嘞，得有这个孝心。对了，下季度那啥，靶向药还有进口免疫针，该交钱了吧？这回交半年有优惠，我算过了，差不多50万。恁明儿去结算处告一下。爸，林海最近项目荒了，公司可能裁员。那跟俺有啥关系？他是他，你是你。恁没工作，恁没存款。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恁再难还能比老大嗷难。这药真苦，下回多放点甘草。知道了。我从病房出来，没坐电梯，特意走了楼梯。家属，啥事儿？719床，林建国，查一下费用明细和预付账户余额。林建国是吧？目前主要用自费药跟进口器械，医保报销不多，账户余额剩832.6块，上次充的30万快用完了，要续费不？如果停止所有自费项目和进口药物治疗会怎么样？如果用医保范围内的替代药，效果会差很多。当前方案是维持病情的关键，停药后很可能快速进展。快速进展？对，而且很可能出现耐药，后续即使再用回原方案，效果也不理想了。谢谢，暂时不用续费。如果欠费，治疗会立刻停吗？是的，系统会自动锁定，所有非急救的自费项目和药品都会停止供给，我们会通知家属。好。谢谢爸。恁学历高，懂事，肯定不会计较。可是嘞，我没回家，开车去了江边。下午的阳光很好，洒在江面上金灿灿的。小婉啊，你说什么牌子的按摩浴缸好用啊？
看着江水，脑子里过电影一样。7年前，公公查出生病，晚期。想活命得用最好的药，一针几万还不能停。医保报不了多少，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一针几万，一针几万。钱我想办法。我把和林海攒了很久买的婚房卖了，然后我没日没夜接私活画图。当时林海公司刚起步，家里开销、他的应酬、老人药费全压在我肩上。后来公公的病情稳住了，甚至好转了，大哥二哥的生活渐渐上了轨道，唯独我们依旧租房。林海总说再攒攒，一步到位买大的，我没催过。3年前老家拆迁，分了4套房。老天爷给我续命的奖励，但我没想过连一块砖的余地都不给我留。他们习惯了我的付出，我的退让，我的明事理。爸说药费该交了，催我呢。你明天记得去交啊。钱不够跟我说，我想办法。这就是林家，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发完，我打开通讯录，找到一个没有存名字却早已背熟的号码，是公公主治医生的电话。陈医生，您好，我是林建国的儿媳。哦，小苏啊，有什么事吗？你公公最近指标还算稳定。陈医生，如果我公公停止所有自费药，他还能活多久？不到1年，而且最后会很痛苦。疼痛、衰竭，各种并发症，会很难熬，对病人、对家属都是巨大的折磨。这样啊，谢谢您，陈医生，我再想想。我站起身，腿有点麻，夕阳把江面染成了血色。我走回停车场，拉开车门，坐进去，却没立刻发动。我看着后视镜里的自己，掏出口红补了补妆，手机屏幕亮着，停在家庭群的界面。干年的日子没交上来，俺命的日子还在后头嘞。从今往后，我只为自己活。该去接孩子放学了，我接到了医院结算处打来的电话，余额不足，请续费，否则明日停治疗。好的，谢谢提醒。我松开刹车，心里那个盘旋了1天的念头，终于沉沉的落到了底，就这么办吧。电话是晚上8点打来的，林海接的，开的外放。我们正在吃饭。喂，林先生吗？这里是市中心医院住院部结算处。您父亲林建国账户余额已严重不足，系统将于明日上午9点自动锁定自费药通道，请尽快续费，以免影响治疗。什么？余额不足？不可能！我媳妇前几天刚去过医院。系统显示最后一次大额充值是在3个月前，之后只有小额扣费记录，目前余额不足1000元。苏婉，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去交钱吗？孩子被他的声音吓到，嘴一瘪要哭。我是去了，那钱呢？我没交。没交？为什么没交？为什么没交？为什么没交？没钱了，家里的钱不够。不够？怎么可能不够？我上个月不是才给了你5万吗？爸的药费1个月也就8万多点，加上房租生活费，怎么就……你给的5万，2万给了爸去海南，1万3付了孩子下学期的培训费，房租6000，水电煤气物业杂费2000，剩下不到1万是这1个月家里的菜钱、油钱，还有你的烟酒钱。那你的钱呢？你接私活的钱呢？停了，颈椎和腰椎都出了问题，医生让至少休息3个月。这半年我没收入。那你怎么不跟我说？我把孩子抱到腿上，轻轻拍着背。跟你说有用吗？跟你说，你除了让我想想办法再撑一撑，还能说什么？你的项目黄了，公司要裁员，你每天焦头烂额，回家除了倒头就睡就是跟我抱怨压力大。手机又响了，是大哥发起的家庭群视频通话邀请。老三，怎么回事？医院怎么打电话说爸要断药了？你们搞什么名堂？你们搞什么名堂？爸要断药了！爸下午知道可能断药，一口气没上来，吸了氧才缓过来。林海、苏婉，你们给我解释清楚！大哥，不是，钱一时周转不开。周转不开？谁家没个难处？爸的病是能等的吗？当初说砸锅卖铁也要治的是你们，现在撑不下去的还是你们，早干嘛去了？就是啊，老三，爸最疼你了，你可不能这时候掉链子。小婉，你白天来，是不是
就打算好了。所有人的目光隔着屏幕都定在我脸上，林海也看着我。是。视频挂断后，林海在客厅里来回走了10几圈。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是爸的救命钱。我把已经睡着的孩子放回小床上，盖好被子。我知道。知道你亲口答应要治，卖房子也要治。现在断药跟杀人有何区别？区别就是卖掉的房子写的是我名字，我付了7年药费，林家分的4套房没我名字。你还在为房子的事？我不该为吗？林海，7年了，我付出的一切在你们家眼里是不是都成了理所当然？我苏婉是不是就该当这个冤大头，活该付出，活该被排除在外？我没那么想，爸他就是老糊涂偏心。房子的事儿我会再去说，我去找爸，找大哥二哥。怎么说？说我媳妇儿不高兴了，得给她一套。林海，从爸说你学历高明事理，从你让我表个态起，这事儿就定了。你们全家认定我会忍。大哥说他们3家明天凑钱先顶上一部分，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后面还得我们担大头。大哥说他刚换了车，手头紧。二哥说他儿子要出国，钱都冻结了。大嫂说他们家装修掏空了。所以呢？所以还是得靠我们。我知道你委屈，但那是爸呀。算我求你了，你再想想办法行吗？等我过了裁员这关，项目缓过来，我加倍补偿你。房子我给你买，写你一个人的名字。他又开始画饼了，和7年前一样，委屈你了。和过去每一次遇到难关时，以后给你买大的，我的不就是你的？林海，家里所有的银行卡、存款、理财都在你那儿吗？大部分是。怎么了？明天你去把所有的钱归拢一下，看看还剩多少，然后列个清单给我。从7年前卖房开始，家里每一笔大额支出，尤其是给爸治病的钱，谁出的，出了多少，都列清楚。你要这个干嘛？不干嘛，算账。算账？苏婉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现在是救命的时候。就是在救命，救我的命。他不懂，他永远不会懂。压垮人的从来不是某一根稻草，是每一根。第2天，直接去了律所。苏女士，请坐。周律师，公公在分家产时，我是个外人，要人照顾了，我就成了一家人，这公平吗？从法律上讲，您公公处分他自己的财产，只要他意识清醒，确实有权不给您。儿媳没有法定继承权，除非遗嘱明确指定。但是您对老人尽主要赡养义务，后续遗产分割时可主张多分。另外，若治疗费用可能构成对他个人财产的消耗，不过这需要证据。证据我有，您一直留着，习惯了。做设计的，每一个修改版本都会备份，生活也是。还有一个问题，您丈夫态度很重要，若他坚持站在父亲和兄弟那边，您处境会被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也会很麻烦。我明白，如果我想保护我自己的财产，厘清我和我丈夫之间关于这部分家庭开支的权责，有什么办法？最清晰的方式是签订一份婚内财产协议，但以您描述的情况看，难度很大。意料之中。从律所出来，阳光晃眼。要我说，老三媳妇就是心理不平衡了，这心眼儿也太小了。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能拿来讨价还价吗？就是，爸白疼老三了。读书多的人就是算计的精。现在怎么办？真停了药，爸有个3长2短，他就是罪人。罪人。通讯录里有林海公司的电话，我犹豫了几秒，拨了过去。您好，我找林海经理。抱歉，林经理上午请假了，您是哪位？需要留言吗？不用了，谢谢。好的，再见。挂了电话，我去了公公以前单位的老家属院，那里住着几个和他同期退休的老同事，也许他们会知道一些内情。小婉，你怎么来了？快坐，快坐。你爸怎么样了？听说恢复的不错。还行，在医院养着。那就好，那就好。你是为了那房子的事儿来的吧？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老林头拆迁分了4套房，3个儿子家一人1套，唯独没给你。哎，是不是？造孽呀！谁不知道
这7年就属你付出最多，卖房救他命的是你，端屎端尿伺候的是你，掏钱买药的还是你。老大老二家逢年过节提点水果牛奶就算尽孝了。阿姨，我就是想问问，当初分房的时候到底是怎么个说法？我听说啊，一开始老林头也没想这么绝，是你们家大嫂还有那个老二媳妇儿整天在他耳朵边吹风，说你能力强，和林海都能挣，不差钱。说老大老二家底子薄，孩子多，压力大。还说你是外姓人，房子给了你，万一以后你和林海有个什么，房子就流到外人手里了。原来如此。老林头本来就有点重男轻女，看重儿子孙子，被他们这么一说，心思就活了。加上你从来不说不争，他更觉得给你是浪费。不是没想到我，是算计好了，觉得给我浪费。哦，对了，你公公是不是说给你们折现了？折现？是啊，我听说他是这么跟老大家说的，说老三家不缺房就不给房了，以后折成钱补给你们。怎么，他没跟你们提？折现？好一个折现！用一张空头支票堵所有人的嘴。孩子，你太老实了，这家人心不齐，净算计自己人，你得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从刘阿姨家出来，我在老旧的花坛边坐了很久。你在哪儿？外面有事儿。上来医院，大哥二哥都在，当面说清楚。苏婉，你别再倔了，跟爸服个软，其他的咱们慢慢商量，行吗？慢慢商量，商量怎么继续把我绑在这架无私奉献的战车上。好，我一会儿到。是该当面说清楚了，不过不是服软。推开病房门，一股凝重的气息扑面而来。人齐了，窗台上摆着一个果篮，包装精美，是大嫂的风格。来了，你到底想咋着？听了我的药你就得劲儿了？我没想害您，是真的撑不住了。苏婉，这话咋说的？你平时接活收入又不低，哪至于拿不出药钱？就是，爸治病是大事儿，再难也不能耽误。苏婉，爸的病耽误不得，你们要是手头紧，我们几家可以先凑点，但主要责任还是你们。爸一直疼老三，你别让大家为难。小婉，房子的事儿你心里不得劲儿，俺知道，但你也得体谅俺，手心手背都是肉，恁条件好一些，老大老二确实难，俺不帮他们住那儿，俺不是偏心。又是这套说辞，所以，在您眼里，我就该一直付出，什么都得不到，是吗？你这话就过分了，谁没为家里付出？我们也常来看爸，就你功劳大。来看望是心意，但照顾和花钱是另一回事。你装修新房舍得花钱，爸这边长期治疗开销大，你分担过多少？你还有二嫂。你儿子出国留学，1年6、70万，眼睛都不眨。爸这里一针3万的免疫针，你出过几次钱？够了！现在是翻旧账的时候吗？那该什么时候说？当初分房时不提公平，让我多出疗养费时不提难处，现在药快停了，才说不该翻旧账。苏婉，别激动，少说2句。爸，您说不是偏心是没办法，那我现在也确实撑不住了。我拿不出钱了，后续治疗该有几个儿子一起承担，房子怎么分的，责任就该怎么担。你别无理取闹，爸是大家的亲人，赡养本来就该一起担，凭什么把责任推给我们？当初是你主动要给爸治病的。是我主动的，所以我卖了混房，掏空积蓄，坚持照顾治疗了7年。现在我实在扛不住了，该轮到大家一起分担了。法律上，儿女赡养义务是均等的。要不咱们现在开始算一笔清楚的账，看看这7年谁该出多少，谁又欠了多少。算账，你就知道算账。俺就问你一句，这药费恁交还是不交？不交。好得很，厉害！恁看看你娶的媳妇，一丁点情分都不讲了。今儿个他要是不肯承担花费，就跟他离婚。终于说出来了，这大概是他，也是他们全家认为能拿捏我的最后杀手锏。您别激动，苏婉他不是那个意思。那他是啥意思？俺今儿个告诉你，林海，恁今儿个必须选，要他还是要恁老子？
经典的2选1，亲情绑架的终极形态。苏婉，算我求你了，先把钱交上行吗？就当是为了我。爸要是有个好歹，我一辈子良心不安。离婚这种话怎么能随便说？咱们这么多年感情还有孩子。又是这一套，孩子、良心，唯独没有我。家里的钱你归落了吗？清单你列了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什么时候？账都得算清楚。你不列，我帮你列。7年前卖房款158万，第2年我接私活，总收入42万7千，支出爸的药费及营养费38万左右。第3年，林海你公司亏损，家里开支和爸的药费一共67万，全部来自我的积蓄和借款。借条在这里，截止到今天早上，以我的个人收入和婚前财产支付的用于爸治疗和家庭相关支出的费用，总计是487万6352元8角。这还不算我因为长期熬夜劳累导致的颈椎腰椎治疗费用，因为压力过大失眠需要的药物费用，以及因为无法照顾自己父母而不得不给他们请保姆的费用。现在我们来谈谈折现怎么折，或者谈谈赡养费怎么分摊。谁能证明这些钱都是你出的？你和老三是夫妻，钱混在一起怎么分得清？分得清。这是我和林海结婚时的婚前财产公证复印件，上面明确了我婚前有一套小公寓和30万存款，需要我调银行流水，一笔一笔对给大家看吗？你一直留着这些，从结婚就开始？对，我妈教我的，女人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我以前觉得她用不上，就算是你出的，那也是你自愿的，没人拿刀逼你。是啊，我自愿，所以我活该，对吗？自愿付出的人连块遮羞布都不配得到，对吗？苏安，你到底想怎么样？要钱？我们现在拿不出这么多。我不要你们的钱，我也知道你拿得出。那你闹这一出是为什么？就为了出口气，让全家鸡犬不宁？我要公平，或者至少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的公平。第一，那4套房我不争了。但爸口头承诺的折现必须白纸黑字写下来，签字画押，金额不用480万，零头我都不要，300万，写清楚是补偿我过去7年担负的巨额医药费和尽主要赡养义务的辛苦。300万，你抢钱啊！第二，从今天起，爸的所有治疗费、生活费、护工费4家均摊，每家先预存10万到公共账户，多退少补，账目公开，每月结算，谁不交，谁负责把爸接回家自己伺候。第三，我们之间的账回家再算，但爸这件事儿必须按我说的办，否则我不光会停掉现在的药，我还会请律师正式起诉，要求返还我垫付的夫妻共同财产之外的个人财产。到时候上的就不是家庭会议，是法庭，丢的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脸。爸，你别激动，滚！你们都给俺滚！俺不会签这种字儿。李海，恁要是还认俺这个老子，就让他滚！离婚。苏婉。签字、打钱分摊3件事，少1件，明天9点系统自动锁药。你们还有17个小时。我没回家，在医院的停车场坐了很久。在我离开后，那里又经历了怎样的风暴？我不想知道。苏婉，接电话呀！林海打了3个电话，我没接。苏婉，你赢了，他们同意了。爸气得晕过去一次，抢救过来了。他这是想逼死俺嘞，俺也去半条命了。大哥、二哥答应每家先出10万，不够再凑。算我求你，回来吧，先把药续上。我看着你赢了那3个字，没有赢的感觉，只有泪，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泪。回到家，厨房里冷冷清清。我系上围裙，开始洗西红柿、打鸡蛋。我回来了。我和林海坐在客厅的两端，中间隔着一片狼藉的沉默。协议，大哥明天上午送过来。钱他们各凑了5万，一共15万，剩下明天凑齐。公共账户用我的卡开。爸的药我已经用那15万先续上了半个月的，你放心，答应你的我会做到。好，又是一阵沉默。苏婉，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很多遍。那300万不是小数目，大哥、二哥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还不上。你其实没想要这个钱，对吗？我就是想要个说法，想要你们全家
承认我的付出不是空气，承认欺负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累了，协议到了，钱齐了，账户开了，告诉我，我去医院解锁。林海，家里的钱清单你还是列一下吧，包括你现在的存款、理财、负债，还有你公司裁员的事儿到底有多严重。说完，我进了卧室，关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我慢慢滑坐到地上。客厅里传来压抑的，像是野兽受伤般的呜咽声，是林海在哭。我没有动，眼泪也流不出来。签吧，按你说的300万1年内还清。爸的名字我代签了手印，我们兄弟3个做担保且签了字。很简单的几页纸，承认我垫付医药费及尽主要赡养义务，补偿金300万，分期支付，一期10万，剩余290万1年内付清。逾期未付，我有权追讨全部款项并主张利息。担保人一栏，临江、林和林海3个名字并排按着红手印。最后一页，乙方肩章处是林建国的签名，歪歪扭扭，上面按着一个鲜红的指纹。爸同意了。同意，他差点把病房砸了，但不同意能怎么办？药在你手里掐着。钱呢？公共账户。20万05块，每家5万。现在你可以去医院举费了吗？协议我还没签。你还要怎样？我要拍照留底，另外，公共账号的密码和优保我要一份。苏婉，你别得寸进尺。这是基本操作，大哥。毕竟你们有折现的前科。随你。好了，苏婉，钱我们会还，但从此以后你不是林家的媳妇儿了。爸说的也是我们全家人的意思。300万1年，我知道他们大概率还不上。我要的也不是这笔钱，我要的就是这句你不是林家的媳妇儿。自那以后，林海每天早出晚归，直到那天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请问是苏婉女士吗？我们是康健医生保险公司的，您丈夫林海先生在我公司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额50万。现在我们接到报案，需要核实一些情况。什么报案？林海怎么了？林海先生因心梗入院抢救，目前正在 ICU。报案人是他的哥哥林江先生。根据保险条款，哪家医院？市中心医院住院部3楼心脏重症监护室。你还知道来？你老公都快死了！医生呢？医生怎么说？突发心梗，送来的还算及时，但还没脱离危险，在 ICU 观察。怎么会突然？怎么会？这不得问你吗？老三这段时间过的是什么日子？家里外头不是钱就是债，谁扛得住？是你逼迫他逼成这样，那这个扫把星，这是要俺儿的命啊！俺儿要是没了，那也别想好过。别说了，这是在医院。医生说了，后续还需要一大笔钱，他公司的医保只能覆盖一部分，至少还需要30万打底。还有，他公司那边人事今天上午来找过了，说他这种情况短期内无法返岗，建议并退。并退？林海才38岁，他引以为傲的事业，他拼命想保住的工作，就这么没了。保险公司的。对，重疾险。50万，但理赔需要时间，而且有一些免责条款需要核实。目前救急的钱，救急的钱当然是谁有钱谁出。苏婉，老三这些年挣的钱可都在你手里把着，现在他倒下了，你还不拿出来？我没钱。你没钱？谁信啊？300万的协议都逼着我们签了，你会没钱？我看你就是不想出，想留着钱自己快活。就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恁不出钱，就别想再见俺儿。俺们林家的事儿不用恁管。林江，去跟医生说，俺们是直系亲属，所有治疗签字俺们来做主。他苏婉没资格。这张卡里大概8万5，密码是林海生日，先拿去用。其他的钱，要么是定期理财取不出来，要么是给爸治病垫付了。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去查流水。你们林家不是最会查账吗？那这个，老爷子不能激动，医生说了不能激动。行了，先救人要紧，这8万5加上我们几家凑的10万，差不多够第一阶段的费用。保险理赔下来再看后续。苏婉，林海这次是捡回一条命，但以后他就是个药罐子，工作也丢了，你做好心理准备。大哥、爸、嫂子，林海的病要治，钱我会想办法，但有些话得说在前头。从今天起，林海的所有治疗费用，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出一部分，保险理赔金填一部分，剩下的按照之前约定的赡养老人4家均摊的公平原则，是不是也该用在兄弟互助上？爸的治疗费可以均摊，林海的治疗费缺口是不是也应该4家均摊？你放屁！爸是老人，赡养是天经地义。林海是兄弟，我们凭什么给他摊医药费？他自己没本事，把自己弄成这样，怪谁？就是苏婉，你这是讹上我们了。杜甫，俺儿还没死嘞，恁就想拉着全家给他赔偿？苏婉，这不合规矩。兄弟之间救急是情分，但不是义务。爸和林海这个性质不同。性质不同，好一个性质不同。爸生病，我卖房倾家荡产是应该；林海生病，你们兄弟救急是情分。合着所有的应该和法定义务，都只针对我苏婉一个人，是吗？那是因为你当初自己大包大揽。对，我活该。那我告诉你们，这次我不包揽了。大哥，你是长子，你主持公道。你说兄弟有难，该不该帮？爸还在，这个家还没散吧？帮什么帮？他自己有钱不出，想吸俺他们全家的血。林江不准帮，1分钱都不准给，让他自己想办法。他不是能耐吗？让他去卖房啊，再去卖啊！爸，您还记得7年前我卖掉的那套房吗？那是我和林海的婚房，首付我出了80%。那又咋样？是恁自愿卖的。对，我自愿，为了救您的命。现在您亲儿子躺在里面，需要钱救命，您却一毛不拔，还阻止其他儿子帮忙。您的命是命，您儿子的命就不是命了，是吧？那胡咧啥？是不是胡说？您心里清楚。或者我换个说法，您名下那4套拆迁房随便卖1套，别说林海的治疗费，您后半辈子的疗养费都够了。恁想都别想，那房子是林家的根，谁也别想动。哎，老爷子，你别激动，别激动。林家的根比林家人的命还重要。恁给俺滚出去！苏婉，少说2句，爸身体受不住。林海，你看看，这就是你让我一再忍让的亲情。现在你躺在这里，他们却在算计怎么让你自生自灭，怎么保住他们的房子。林海，这就是恁娶的好媳妇，恁给俺听着，今天他要是不把药费续上，恁就跟他离婚，俺们林家谋这种狼心狗肺的儿媳。爸，您别激动，苏婉她不是那个意思。那他啥意思？俺告诉恁林海，恁今天必须选，要他还是要恁老子？苏婉，你居然录音！不然呢？等着你们再一次空口白牙把黑的说成白的，等着爸再用离婚逼我妥协，等着你们全家再一次告诉我，我的付出是空气，我的委屈是活该。这段录音，如果我觉得有必要，可以发给任何我想发的人，家族群、亲戚朋友，甚至林海公司关心他的领导和同事，让他们都听听，在林海躺在 ICU 生死未卜的时候，怎么讨论他的命值不值他们口袋里那点钱，值不值他们名下那套房子的一个厕所。能干？我为什么不敢？你们敢做，我还不敢让人听吗？反正我也不是林家的媳妇儿了，不是吗，大哥？哦，对了，刚才爸说让我再去卖房救林海，我想了想，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不过这次不卖我的房，卖爸的房子。
4套呢，随便卖1套小的，林海的治疗费、康复费，甚至以后的生活费都够了，还能有剩。那休想！爸，您别急，我这可是跟您学的，资源要合理分配，给更需要的人。爸，你怎么了，爸？场面一阵混乱，我站在原地，冷眼看着。可能是情绪激动导致缺氧，需要吸氧观察。苏安，你到底想怎么样？非要把这个家彻底毁了吗？毁了这个家的从来不是我，是你们的自私，是爸的偏心，是你们把别人的付出践踏成泥，还嫌不够软乎的贪得无厌。直说吧，你要怎么样才肯把录音删了，才肯不提卖房的事？第一，林海后续所有的治疗费、康复费，除去保险理赔和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应承担的部分，剩下的缺口写进补充协议，签字画押。第二，之前那300万的补偿协议必须严格执行。第一期10万已经到账，剩下的290万还款计划要细化到每月，从下个月开始执行。如果任何一期逾期，我有权要求立刻偿还全部剩余款项，并追究担保人责任。第三，鉴于爸目前的身体状况和情绪，我建议请专业的养老机构或者全职住家医护团队，费用同样均摊。如果谁不同意，谁就把爸接回家亲自伺候。我退出。苏安，你这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我们哪来那么多钱？那是你们的问题，就像当初爸的病需要钱是我的问题，林海现在需要钱是我们的问题。你怎么轮到你们自己身上就是绝路了？要么答应，要么我们就换个地方，换种方式聊，比如法庭或者家族微信大群。我还可以把录音做成字幕版，方便年纪大的亲戚听。好，我们答应。都给我闭嘴！还嫌不够乱吗？真想看着老三死，真想看着爸被气死，真想把这个家彻底闹散。协议我来拟，明天带着钱和协议来医院签。现在我们能去看老三了吗？请便。没有赢家的喜悦，只有一片荒芜和深入骨髓的冰冷。钱，这里是15万，我们3家凑的。林海治疗缺口均摊的第一笔，后续根据账单每月结算。爸那边我们商量了，暂时请一个住家护工，有医护经验的，工资兜点但省心。费用按你说的4家均摊，下个月开始。好，所有事情似乎都按照我的意志尘埃落定，可为什么心里空得厉害？苏婉，事到如今，有些话我想跟你说。林海的事，我们确实有责任，压力太大，但你的方式太极端了，录音、逼宫、撕破脸，这是一家人该做的事吗？那你们做的事儿是一家人该做的吗？是，我们也有问题，爸太偏心了，我们也习惯了你的付出，但事情闹到这一步，家已经散了，爸的心结怕是到死都解不开了。林海醒来知道这些他会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这么做，我们家会被你们这个家拖到一无所有，就像那套房子一样。林海那边有消息随时通知我们，治疗费我们会按时打。爸那边你也别再去刺激他了，算我求你。孩子呢？在幼儿园，很好。我睡了多久？1个星期 ，ICU 住了5天。爸他们都知道了，治疗费的事情我跟大哥他们谈好了，4家均摊。公司等你好了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养病。命是捡回来了，但心脏受损是永久性的，以后不能劳累，不能情绪激动，要终身服药，定期复查。工作强度大的肯定不行了。另外，最重要的是以后的药，进口的效果好，副作用小，但贵，医保不报。
1个月光药费就得4、5千，加上复查，1年下来7、8万是要。知道了，恢复的不错，以后要注意，不能累，不能气。苏婉，我昏迷的时候好像听到了很多声音，吵得很，大哥、二哥、爸，还有你，好像在吵架，为了钱。吵了几句，关于你的治疗费。所以是真的，你真的跟他们闹翻了，用那种方式录音，逼他们签协议，卖房的威胁。大嫂今天上午来了一趟，哭了一场，说的。他怎么说？说你疯了，要把林家逼上绝路，说爸被你气得差点过去，说你眼里只有钱，六亲不认。他还说你手里有我公司裁员内幕，是不是？我没有，我只是猜你公司情况不好。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这次心梗，永因可能不仅仅是裁员，我的项目涉嫌违规操作，给公司造成了很大损失。现在不是裁员那么简单，可能要追责，甚至涉及经济问题。你怎么没告诉我？我一直想自己解决，没想到先倒下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了，我可能不仅没了工作，还可能背上官司，欠一屁股债。苏婉，这样的我，你还要吗？林海，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你的病得治，债得还，官司得面对，孩子得养，这些事儿靠你一个人扛不动，靠我一个人也撑不起，所以我们得一起扛。别想太多，先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你见一见来。苏婉，对不起，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爸爸。现在说这些没用，留着力气，好好活着，活着才有以后。